另外，我帮您垫付的那笔钱是不是该兑现了？毕竟您现在手上的股票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要交付给我的了。蓝先生，请放心，该给你的钱我1分都不会少。这样，和孙春厚见面的当天，我直接给你现金，你看如何？那您这样，您记一下具体的交易时间和地点。五家饭店225房间。好的。什么情况？没什么情况。这儿往来的人我都送去调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我们都监视3天了，你说会不会是方向错了？你怎么知道那个季先生一定会出现？规律，只要跟3年前南港码头案有关的人，这个季先生他都没有放过。那是纸上谈兵。这个家伙，难道真的跟3年前的南港码头案有关吗？参没参与不好说，但是他的案底表明，他曾经因为这个案子被调查过，其他的就不清楚。我这有10万股鼎丰化工公司的股份，我愿意以3倍的市值价格把股权转让给你。3倍啊？难道会是这样？是啊，我们之前明明说好是2倍的。对，你是让我以2倍的价格卖出，但是咱们俩没有规定，我只能以2倍的价格卖出。哎，你这个不对的，你这个叫坐地起价呀。我们都是生意人，谁都想多赚钱。再说你以3倍的价格买走我这些股票，比你花更多的钱买下整个鼎丰公司来说，还算笔划算的交易。我知道你需要考虑，但我善意的提醒你，不要考虑的时间太长。我的股票每天都在涨，你拖的时间越久，最后花的钱越多。好，3倍就3倍，明天交易哪能？好啊，爽快，明天还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交易。哎，等等，你可以把2倍涨到3倍，我哪能晓得你明天不会涨到4倍啊？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贪。我今天说出3倍，绝不改口。那既然2位达到共识了，我的这份钱呢？我说话算话。好了，那明天交易。好，不见不散啊，慢走。好了，你把他现在股票买下来，然后呢？哪还有然后？结束了？结束了？你不是说要帮我把钱弄回来的吗？不全在这儿吗？哎，不是，这个是你应得的呀。你不是把股票已经卖给他了吗？你还不明白，整个局就是为了让他心甘情愿地买走一文不值的股票的。一文不值哪能会啦？就算它现在没有涨价嘛，它市值总归有的，对吧？哦，你买那些股票你不花钱的。那只不过是一些虚值罢了。其实从头到尾那些股票，都跟废纸没什么区别。在这个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季先生最为关注的是曹一文的表现。直到曹一文滴水不漏地拿下了石永川这个硬角色，季先生才承认曹一文可堪大用。您是谢先生吧？鼎丰化工王先生啊，正是必然。坐。交易内容电话里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考虑的怎么样？感兴趣，非常感兴趣。那咱们就谈谈细节。好，
谢先生是想买我们公司的股票，没错您打算买多少股啊，20万。 ？20万股。您打算用现金还是支票？我打算以市值20%的价格来买你们的公司股票。您没开玩笑啊？我当然没开玩笑。鼎丰化工的情况我们摸得很清楚了。自从上市以来，这业绩平平，现在面临倒闭，恐怕公司的状况除了王先生之外，很少有人知道吧？该变卖的资产已经全都变卖了。再者说了，到了下个季度，公司的财务报表一旦公开，公司的股票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到那个时候，还会有谁花那么多钱去买一堆废纸？我要是按正常价格买，那才叫一个笑话呢。我说的没错吧？你为什么要买啊？我想借着你们公司倒闭之前，利用这个公司做一些资金处理。当然，前提是在此之前，我要成为你们公司第一大股东。说白了，我就是要买一个空壳公司。王先生，既然是空壳公司，我就不可能付出太大的代价。再说，我觉得20%的价格也算是合理的，总比一堆废纸要强。王先生，现在还有好多符合我们条件的公司，考虑考虑。王先生，既然这样的话，我还很忙。就按你的意思去办。我请。我希望尽快完成这笔交易。放心吧，我会尽快的。所以说，哦，你把那些股票以5倍的价格卖给了施永川，对吧？那些股票都是他自己掏腰包买的，只不过是打着信诚银行的名义罢了。估计现在他那些老板还不知道这事儿呢。那这个钱不是……你放心，我答应帮你把那些钱找回来，就说到做到。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想想弄，想想弄。哎，不对，他如果转手就把股票卖出去呢，他也不亏呀，不是便宜这小子了吗？我怎么可能让他那么走运呢？发布会几点开始？按计划是下午4点钟，由董事长向媒体澄清公司收购的事情是子虚乌有的。所以马上大家就会知道，鼎丰化工根本就是一个停产多年的空壳公司。到那会儿，靠消息炒上去的股价就会哗啦哗啦的狂跌。干嘛？就是说，只要买了鼎丰化工股票的人，全体遭殃了？那倒不会，因为这只股票自上市以来就几乎是默默无闻，没有买盘。就那么一点零星的股票都被我收进来了，所以大家不会有什么损失，只不过是一场虚惊罢了。侬啊，侬结棍哦！人家要买股票嘛，买不到，你一个人全收光了，对吧？结棍。到了晚上，那个家伙就该抱着一堆废纸发愁了。
天之涯，地之角，只。小点声！不准跑！对不起。说，谁派你来的？没人派我来啊。你之前偷我戒指，现在又跑到这儿，什么目的？我是看着长期没人住，过来避避风罢了。原来是你的房子啊？你怎么知道没人住？你说的是哪一户啊？就那户。行，那你在这等我，我去就来。有人吗？果然没人住。什么都没有。还是新鲜的。这地方真奇怪，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值钱的一个都没有。我进过的屋子可不计其数了，什么地方有人住，什么地方没人住，什么地方明明没人住却要装饰着有人住，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究竟什么人呢？我是梳子，靠偷点东西为生。行了，衣服拿上，赶紧走。我走哪儿去啊？我又没有家。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了。你是不是让我报警，让警察来抓你走啊？那你就报警好了。嘿，你比我更不希望警察来这儿吧？你把屋子伪装成这样，是为了掩饰身份的吧？小苍蝇！哎，你别赶我走！你要是赶我走，他们看见了会砍死我的。谁砍死你啊？斧头帮的人啊！斧头帮？大师，你收我当徒弟吧？你说什么？你一定就是季先生吧？你知道季先生？江湖上哪有人不知道专门设局对付坏人的季先生啊？我之前见过你的手法了，再加上这兜里还有你伪装身份用的胡子呢，我就更加确定了。我崇拜大师很久了，我不甘心再回到街上靠小偷小摸过日子，我要成为职业高手。今天能见到大师，真是三生有幸啊！行了，季先生已经死了。季先生怎么会死呢？那只是3年前瞒过警察的办法罢了。我告诉你，我不是季先生，我也没打算收留你，赶紧给我滚！哎，你不想让别人知道吧？我不管你是不是季先生，你都不希望这儿的秘密被别人知道吧？你把我留下来，我一定帮你保密。这要是说出去，先倒霉的是我呀。再说了，我一个大活人在这儿，不是能让这儿显得更真实吗？哎呀，大师，我要是出去就是死，你要是真赶我走，你就一刀捅死我算了。我死在大师的手上，总比弃尸街头要好。但是我求你，我求你了，你别赶我走，我求你了。作为江湖中人，曹一文知道在安全屋里收留一个陌生人是多么危险的事。
但他看着数字，不由得想起了自己惨死的妹妹。行了，别嚎了，你暂时在这住下吧。大师，我就知道你不是一个见死不救的人。谢谢大师，谢谢大师。你叫我大师，我也没打算收你为徒。还有，从今往后，不准随便出门，不准给任何人开门，包括打来的电话也不能随便接，知道吗？嗯。告诉我，除了你之外，还有谁知道这儿？没有了。记住，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我，也不要提起这儿，知道吗？嗯，明白。那要是有什么紧急情况，我就在窗户那儿贴张白纸。什么意思？你现在不住在这儿，那住的地方一定能观察到这儿。我贴张纸，你能看到的吧？行了，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别给我添乱就行。把衣服脱了，把自己衣服换上。啊，大师再见，大师慢走，慢走。西亚银行签订贷款。哎呦，小伙子，穿的可够花哨啊！来，这是施永川送的大礼，有点分量。怎么样？这次我算是圆满完成任务吧？圆满。这笔钱要不要跟孙正浩送过去？我已经安排好了。那跟着下来，咱们应该对付左阿四了吧？这个不用你操心，收拾了。什么意思呀？最近有人用股票从他的博大钱庄里抵押出大量的现钞，可是没过多久，这只股票就开始狂跌，到收市的时候，已经跟废纸没什么区别了。这只股票叫鼎丰化工。兴致勃勃的曹一文一下子仿佛掉进了冰窖，但这个聪明的家伙立即意识到，与深谋远虑的季先生比起来，自己还嫩着呢。请坐，请坐。事情咱们在电话里也简单的都谈过了。哎，左先生能答应由我来处理，在下十分荣幸。你的情况我清楚，我的建议是，如果你能买下一个钱庄的经营权，对你那笔资金的处理会十分有利。嗯，钱庄倒是个不错的选择。我帮助信诚银行做了很多投资，效果很好。我会帮你物色一个合适的对象。那这件事就有劳了。有消息我再联系你。拜托，拜托。不是，等等等等，你们说的话我没听明白，究竟什么意思呀？孙承厚在1年之前确实是被人下了套，所以现在才发现被人拿走了那10万元的工程款。1年前的事情，现在哪能那么容易就找出真正的主啊？你的意思是，这施永川根本就没拿孙承厚的钱？那他是什么人？partner，搭档。我懂。他真懂。我找到新线索了，必须马上找别的人来帮忙。新线索？想办法找到他。为什么要选他？只有他的能力跟那小子不相上下。在你走之后，季先生本来是打算让石永川去对付孙承厚的，可是因为彭庆福的死，临时改变了计划。而就在那时候，左阿四被放了出来。所以季先生让石永川去对付左阿四，孙承厚就留给了你。我知道了，
那为什么我的目标既然是孙承厚，你让我去对付石永川干嘛呀？因为你们俩必须联手，计划才能成功。首先，你要有足够的理由让孙承厚把一只一文不值的股票炒上去，这样的话，石永川才能把这只股票抵押给佐阿斯，套空他的钱庄。可是现在他回来了，那石永川那边怎么办？让他按原计划不变。不变。对。现在只需要给曹一文一个新角色就可以了。咱们手里既然有2张好牌，那何不来个双保险？合着这事你们都计划好了，就是我一个人蒙在鼓里啊？连那个石永川也是在跟我演戏，是吧？一开始我也不清楚你的身份。你在伊丽莎白夜总会演的戏，也把我给骗住了，所以我才主动提出找你做内幕交易，以为是个大赚一笔的机会，可以有充裕的资金对佐阿斯做局。当把你股票拿到手的时候，季先生才提点我，所以这是整个计划中的一环。所以你给我的那笔现金，当然是用你的股票从佐阿斯钱庄里抵押出来的。既然佐阿斯的钱弄到手了，干嘛会去找他？钱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想知道是谁在背后指使他。他不是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吗？没那么简单。这个佐阿斯2年前就利用庞氏渠道替日本人非法融资。日本人？日本人一直企图要渗进上海的金融领域，但他们手里的中国货币有限，所以只能靠佐阿斯这样的人给他们提供资金。佐阿斯替日本人捞了几笔之后，日本人就追加投资，想要获得更大的利益，但刚把钱打到他手上，他就意外被捕了。现在那笔钱，除了佐阿斯，没有人知道藏在哪儿。西西啊，我记得你给我的资料里，这个佐阿斯应该坐牢5年，结果刚过2年就放出来了，这跟日本人有关系吗？最近日本方面急需要一笔资金在市场上运作，所以就又想起了这个人。他们用了一些手段把他从里边弄了出来，这也是我们开始注意到他的原因。既然一开始锁定的目标就是他，那干嘛让这小子去孙承厚那儿折腾一下？谁是这小子？佐阿斯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让日本人的钱冻结了2年，所以他现在想用这笔钱替日本人捞一笔，来弥补自己的过失。我明白了，所以你下套让佐阿斯买下了钱庄，然后让这小子和孙承厚一起，对不起，炒高顶峰的股票，让佐阿斯认为有利可图，其实买了一堆废纸。日本人费了9牛2虎之力，才让佐阿斯从监狱里出来，满指望他能赚上一笔，没想到钱他没赚到，倒赔得一干二净。日本人不会放过他的。我让艾若曦给你的东西带着了吗？在这儿呢。你把这玩意儿交给佐阿斯，他就知道该说什么。快去吧，别让他跑了。您放心，我已经给他捎了个信儿，只要按我指定的地点和我见面，就能拿到那笔钱。告辞。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这佐阿斯虽然跟日本人合作是该对付他，可是犯得着使那么大劲吗？你让我直接去问问他不就完了吗？别着急，你还有一个孙承厚要解决。孙承厚，
他不就是我们手中的一块棋子吗？孙承厚和左阿四一样，跟3年前的案子有关系。现在，孙承厚为公司不动的钱还在我们手上，所以让他开口的把握更大。那我该从左阿四嘴里边知道什么呢？行了，我这就去。哎呦，怎么样？钱汇到我们公司账户了吧？没有。哎，为什么？你不是答应过？天黑了，最早也得明天。哦，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问题。不过在转账之前，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向你了解一下。什么事啊？3年前，南港码头欺诈案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啥意思啊？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少跟我装糊涂。当年港务局下属的南港码头工程建设，他们的基础建设就是由你们风貌实业公司下属的营造局承制。后来这个欺诈案据说损失了1200万，其中200万就是你们营造厂所购买材料的材料款，这笔钱不翼而飞了。这笔钱究竟上哪儿去了？这件事情我早就对外界讲得清清楚楚了。这笔钱是付给星海商贸公司，委托他们购买钢材的，在交易过程当中遭到了欺诈。所以你就说这笔钱被季先生拿走了？对呀，就是那个王八蛋啊！你怎么解释这个？3年前，在投标前几天，你公司的账面上突然支出了一笔巨款。我当时急需用钱，这也违法吗？后来我通过一些特殊的渠道查了当年主持竞标的那些官员家属的账户，他们的账户上突然多了一笔钱，而且这笔钱的数目和你所支出的数目恰巧吻合。这个世界上有2个字叫巧合，晓得吧？很明显，你是通过特殊渠道贿赂了那些官员，为的就是拿到这个项目，从而获取那200万的巨款。这件事情我可以不解释，好吧？你不解释，我也不会问。不过，明天上午是不是有一笔钱能够汇到你的银行账户上，帮你填那个窟窿，我就说不准。当然，我手上还有这个。现在南港码头案已经重新开始审理了，这个东西一旦到警察手里，我相信后果不堪设想。孙承厚，你好好想想。等等，的确，3年前我是通过贿赂赢得了竞标，也想对那笔工程款做一些文章，可最后1毛钱都没有掉到我手里啊！告诉我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个时候，南港码头工程刚刚开始公开招标，有一个律师找到了我，他说可以帮我疏通上面的关系，让我的营造厂中标。真的没有问题吧？你放心，只要有钱，没有搞不定的事情。哎呀，钱不是问题呀，我花那么多的钱去买通当官的，标书拿下以后，赚的利润又落不到我的口袋里了，赚的钱全进公司的账里。你怎么那么想不穿的啦？什么意思啦？你可以到你的标书上去想想办法，其他方面我去帮你打通路子。等到合同一签，港务局的工程款拨下来之后，我建议你啊，去找一个这方面的专业人士配合你一道工作。但是要低调，不好太张扬了。那么大一个工程，你多报几个点，有的你赚了。啊？再想想啊，
虚报工程用料并不是个难事儿，只要找个好理由就行。再加上你这儿可以确保标书的中标，这事就更好办了。你觉得真的可行吗？要建码头，主要是对选址地海底下的地质情况进行勘探报告。现在很难出这个准确数字，咱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模糊的空间来虚报咱们的工程用料。你觉得这个理由够充分吗？我正好认识一个大学的地质教授，可以让他出具一份有利咱们的地质报告出来，来增加这个说服力，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你觉得报多少合适啊？孙总，200万。200万，会不会太多了？你们敢搞不敢拿呀？你1万跟200万有什么区别呀？现在碰上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何不大捞一把？我的意思是，弄这么多钱，会不会穿帮的？只要工程不出现重大的安全责任问题，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就没人好发现。孙总，哪能啦？出事儿了！出什么事了？咱们不是委托信海商贸公司给咱们的工程买了一批钢材吗？对的呀。钢材不见了。啊？不见了？为什么不见？怎么会不见了呢？不见了就不见了，我哪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咱们被商行的人给耍了。哎，怎么可能呢？这家商行跟港务局是有合作的，南港码头所有的重型建筑施工设备全是由这家商行到海外去订购的呀。现在不管他跟谁合作，可是实际情况咱们把钱付了，仓库里面没咱们的货。我问你，要是没有钢材，会不会停工？暂时不会了，我放慢了施工的速度，但是拖不了几天。那还想什么报警啊？报警？报警啊！警察一来了，咱们虚报招工款的是漏了。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现在只有把你我虚报那个工程款的钱拿出来，再买另外一批钢材，把工程赶紧补上。想够吧？够吧？差不多200万吧。200万，把这笔钱都拿出去，我们1毛钱都赚不到。什么叫百姓孔都晓得吧？到现在还想着钱？现在咱们这个工程能平安无事的做下去，咱俩就背后烧高香吧。一旦有人查出来你我虚报工程款，再把你的招标舞弊的事儿翻出来。好好好，这2天我就会把这笔款子尽快给你拨过去，好吧？去。难道你就这么相信那个人？这么一大批钢材，居然会不翼而飞？一开始我也不相信啊，可事实它就是这样。是的，好。师傅，你这提货单是假的？假的？来，你来看一下，这张是真的提货单上的印章，这张是你们假的。我前2天还用这个提了货呢。在你之前，有个人拿的真的提货单过来提货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你这种假的了。走，兄弟，去找。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明白，是仓库的人在搞鬼。提货单明显被人动过手脚，但是碍于工程造假的这个事情，我一直没有办法公开追究，最后只好把虚报的钱补了上去，等于是无形中被人摆了一道。那你为什么突然说是星海贸易商行把那笔钱拿走了呢？当时我考虑他们是跟人可能串通好的，但是依目前看来，打这笔钱主意的另有其人。依目前看来，在提货单上动手脚的人嫌疑最大。你对那个人有印象吗？
不是我亲自换的提货单呀。这么说到头来，你是一分钱没捞着。哎呀，南港码头案最终还是被曝光了。我们和星海贸易商行的交易被人注意到，一路追查，发现码头用料数额数字不对。幸亏是负责人提前做了铺垫，跟我统一了口径，说多出来的料是备用料。还有一个地质学家出了一个报告，证实了我们的说法。不见了刚才，我们也如实申报了，是被人拿走了，这件事情才过去的。那个负责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欺诈案发生以后，我就让他离职了。现在我也不晓得他在什么地方。我看他晓得的，也不会比我多多少。有需要，我还会找你。那笔钱，明天会汇到你银行上。不过，今天晚上，咱俩说的这些事儿，不许对任何人提起一个字。记住，你的材料还在我这儿。左阿四的钱庄倒闭了，现在他的人已经不知去向了。你说什么？最近有人携带大量的股票到他的钱庄兑换成现金，后来那个股票就开始狂跌。我认为这是有计划的骗钱。不是，那提现的是什么人呢？你看，信诚银行证券投资部经理石永川，同一个人。应该就是他了。哎，我说你这计划究竟可行吗？啊，这到头来还不是一无所获呀？就知道赚钱。他不是我们的首要目标。等石永川回来，看他有没有更多的消息。我钱呢？什么钱？什么钱？你抵押在我那儿的股票，现在就变成了一堆废纸。你买错了股票赔了钱，关我什么事？怎么不关你事？这分明是你在算计我。你别急，我来问一件事情。如果你能老实的回答我，我可以考虑把钱还给你。什么事？3年前南广码头欺诈案，有一批存放在你们仓库的大批钢材，不翼而飞，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太遗憾了，我听说你是赔的日本人的钱，跟他们打交道可都没什么好结果。你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会对3年前的案子感兴趣？啊，我突然忘了，季先生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季先生。